你这不知廉耻的贱人！宇文锦紧紧贴在穆海棠耳畔，冷声说道。穆海棠的双手死死揪着身下颈背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脸上的泪水早已干涸，只剩下空洞麻木的双眼。穆海棠，就凭你也妄想怀上本王的子嗣，简直是不知所谓！告诉你，当年那个孽种是青儿弄掉的，却也是本王默许的。身上的男人见穆海棠对他的话充耳不闻，还像以往那般毫无反应，没有任何情绪，死寂无声。宇文锦不禁怒从中来，他猛地伸手捏住他的下巴。穆海棠疼得眉头紧蹙，脸上闪过一丝痛苦之色。可他紧咬下唇，愣是一声未吭。宇文锦见状，愈发觉得恼怒。本王在问你话，穆海棠，你还当自己是镇国将军府高高在上的嫡女吗？如今镇国将军府早已灰飞烟灭，你的父母兄长全都死得干干净净了，如今的你也已经不是本王的王妃了，甚至连个卑微的妾室都比不上，你不过是本王用来泄欲的玩物罢了。想当初你以不洁之躯嫁入王府，新婚之夜本王便已知晓你失贞了，你这肮脏的身子真令本王作呕。这些年若不是看在你父兄手握兵权，背后有镇国将军府撑腰的份上，本王岂会咽下这天下男人都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？可如今你镇国将军府早已灰飞烟灭，你穆海棠更是连街边的狗都不如。虽然他不想承认，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恨穆海棠，也离不开他。自从跟他有了肌肤之亲后，他就彻底沦陷了，爱死了他这身子。尽管他讨厌他，恨他，却又忍不住想要他。哪怕后来他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女人，可是在他们的身上，他怎么也尽不了兴。只有他，他也只想要他。此时的宇文锦不知，恨到极致便是爱。他像是个没有灵魂的木偶，在他身下卑微丑惯。男人看着他的样子，他知道他恨他，怨他。自从他家被满门抄斩后，对他百依百顺、温柔小意的穆海棠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，再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。他以折磨他为乐，而他任他为所欲为，欲取欲求，就是不肯跟他说一句服软的话。他系好衣袍，冷冷开口：记住自己的身份，若敢有半点不跪，本王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说罢，大步走出房门，留下一世死寂。男人走后，穆海棠缓缓睁开双眼，空洞的眼神中终于有了一丝波澜。男人走后，穆海棠缓缓睁开双眼，空洞的眼神中终于有了一丝波澜。她曾是镇国将军府的嫡女，父母兄长镇守西北边境，手里握有天成国50万兵权，所以从她4岁起就被当今圣上当作人质，留在京城穆家。奶奶，照顾好自己。小小年纪的她寄人篱下，没有父母的庇护，她吃不饱穿不暖，在幕府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。可她从不抱怨，哪怕受尽委屈，她也不想父母兄长担心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不行，我不能哭，不能让父亲和母亲担心，我要坚强起来。爹娘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大家都对我很好。12岁那年的宫宴上，鎏金宫灯将御花园照得恍若白昼。穆海棠躲在穆家女眷身后，忽然被人群推搡着踉跄了脚。当心！慌乱间，他撞上一道温润的白眼。小姐当心！穆海棠望着他衣摆上暗绣的银线云纹，耳尖发烫。你这死丫头，成何体统？我死丫头就是故意的，
真是贱！却在穆夫人尖利的斥责声中，慌乱地抽回手，跌跌撞撞退进阴影里。可那一眼，那个少年的身影却如燎原星火，在他晦暗无光的岁月里，几乎是他活下去的全部希望。寒冬，大雪没过袖鞋，他通红的指尖还在呵气，暖着快要冻僵的高铁。当宇文锦骑着高头大马从他身侧掠过，马蹄溅起的泥点脏了他的裙摆，他却仍踮着脚朝他远去的背影挥手，脸上的笑容比数九寒天的朝阳更炽热。而这一幕早已成了上京城最荒诞的风景，连街边乞儿都能有模有样的学他。吃丫头，傻又憨，守着王府当时官，春等到冬脚冻穿，连个眼神也捞不着。上京城无人不知，郑国将军嫡女空有美貌，却是个疯丫头，整天只知道追着雍王殿下跑，哪怕雍王殿下不曾给过她一个眼神，她依旧我行我素。精致的眉眼里只有她。吉吉里的红烛尚未燃尽，将军府的铜环扣响3更。父亲的玄色披风沾满西北的霜雪，却在女儿膝前化作绕指柔。穆海棠攥着嫁衣上未绣完的并蒂莲，泪珠子砸在金线绣成的鸳鸯纹上。爹爹，女儿从来没有求过您。她扬起哭花的脸，15岁少女的执拗在月光下灼人眼目。如今女儿求您，就帮我去求求陛下，给我和雍王赐婚吧。爹爹。父亲身躯一震，母亲别过脸去，袖中帕子搅得发皱。他们早从信笺字里行间里读出女儿的痴，却没想到这执念竟如此深，在他的心里扎了根。父亲的腰板本是沙场弯不折的运弓，此刻却在女儿哭声里渐渐佝偻下去。臣愿以半生军功，换陛下一纸婚书。龙案后的帝王抚着玉玺冷笑，玉座下的群臣交头接耳。这桩婚事如同一把利刃，生生割裂了郑国将军府中立的局面。当婚书递到穆海棠手中时，墨迹未干的圣旨上早记满了父亲血染的戎马半生。他终于得偿所愿，成了雍王宇文锦的雍王妃。因为赐婚，父亲惹怒了当今陛下，归家3日就又一道圣旨让他速回边关。他到现在还记得母亲握着自己的手说：奶奶，你和雍王殿下成亲，爹娘怕是赶不回来了。你看，这是母亲给你陪嫁的嫁妆单子。穆海棠颤抖着手，泛黄的宣纸展开，密密麻麻列着180台香笼，珊瑚树、翡翠瓶、蕾丝金凤冠，皆是母亲从压箱底的珍宝里精挑细选。婶婶们都是仔细人，定让你风风光光过门。穆海棠突然扑进母亲的怀里，女儿不要疯狂。她哽咽着，泪水浸透母亲的肩头。女儿只要爹娘。门外忽有夜风卷着枯叶掠过，母亲将她搂得更紧，发间的木兰香混着塞外风沙的气息。奶奶莫急，等西北安定了，爹娘定会回来看你。她的娘亲却不知，这句话成了往后无数个深夜里她反复咀嚼的苦涩的蜜糖。吱呀一声，门被从外面打开了，也打断了穆海棠的思绪。会是谁呢？他身边的人都死的死，发卖的发卖。如今这偌大的雍王府里，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女人一进来就闻见了内室里满是欢好后的味道，一张精致的小脸怒火中烧。穆海棠这个小贱人，都到了如今这个地步，还敢勾引王爷，
他快步走进内室，来到床边，看着纱帐里那白皙的身子，身上满是被男人狠狠疼爱后的痕迹。女人目眦欲裂，手不自觉地攥紧。她厉声嘲讽道：“哼，妹妹果然好手段呀！只可惜王爷也只是喜欢你这身子而已，对你那是没有一丝情分。”穆海棠好似没有听见他的话，依旧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。穆海棠，你以为你还会翻身吗？少白日做梦了！你以为王爷会一直这么对你吗？你就是长得再美，容颜也有衰败的一天。穆海棠，你真可怜，你如今不开口说话，是在怨王爷是吗？你怨他在你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，他没有站出来帮你家说一句话。你怨他，他不但没帮你郑国将军府说一句话，甚至在你全家死光了之后，还夺了你正妻之位，让你变成连妾都不如的通房丫头。不，通房丫头还有名分，你连个名分都没有。你看看你如今这个样子，空有一副皮囊，只配让男人玩弄。你知道吗？你怀的那个孩子是王爷亲自让我动的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怕那孩子是个野种。你知道为什么王爷几乎夜夜宠幸你，你却没有再怀过孕吗？因为我早就给你喝下了绝子汤，就算王爷宠幸你又怎么样？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怀上他的孩子。一个没有子嗣的女人，你还能翻出什么风浪呀？穆海棠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家满门被灭，你求王爷，他却丝毫不为所动，也没有为你家奔走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因为你家通敌叛国的罪名，都是王爷一手操作的。婉清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哟，终于肯开口了。蠢钝如你，竟不知自己只是别人手中的棋子。当年你让你父亲给你求来的赐婚，生生拆散了王爷和顾云溪。这么多年，他心里装的始终是如今的太子妃。穆海棠浑身剧烈颤抖，绣着极弦的浅衣滑落肩头，露出锁骨处深深浅浅的痕迹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见不得你好。穆海棠，你怎么还不死？你们全家都死了，你为什么还活着？他俯身贴着穆海棠的耳畔，吐气如冰。你舍不得他，你爱他。穆海棠，你对他的爱搭上了你们穆家满门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你最爱的男人，心里爱的却是别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杀了你们全家。穆海棠呀，你真是天下最愚蠢的人。你想想，他心爱的女人日日在太子身下承欢，他会放过你吗？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你的身子吗？他不过就是拿你泄愤。顾云溪就是他心里的一根刺，所以他才会夜夜不停地折磨你。
你找我？王爷可曾问过晚膳？宇文锦听见他说话，瞳孔一缩，显然是没料到他会开口。他已经半年不曾开口跟他说过话了，虽然心里高兴，但是还是冷着一张脸说：“本王用过了。”那王爷可否陪海棠坐一会儿？穆海棠看着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，满腔恨意却无处发泄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王爷，你是不是恨极了臣妾？恨？本王为何要恨一个心如死灰的哑巴？那年宫宴上，我对你一见倾心。自那之后，我日日守在王府门口，捧着刚出炉的点心，哪怕等到点心凉透，只要能远远瞧你一眼，便觉得满心欢喜。我明知你眼中厌恶，却偏要求父亲向陛下赐婚。那时的我多傻啊，满心只想着得偿所愿，却不知这道赐婚圣旨成了悬在穆家头顶的催命符。手握重兵的武将卷入皇家姻缘，又怎会有善终？我在穆家过得其实并不好，可我只要一想到不久之后我就会嫁给你，多苦我都能忍。那个时候嫁给你，是我今生唯一的期盼，也是我今生唯一的救赎。你问我为何成婚事已非完毕？大婚前夕，我在房里绣嫁衣，醒来的时候，只觉身上压着重物，喉间腥甜，想喊，却被人狠狠掐住脖子。我不止一次想过投湖自尽，可攥着嫁衣上的冰滴莲，我告诉自己，哪怕你嫌弃我，我也要嫁给你；哪怕你一辈子不来我房里，至少我可以看见你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。大婚那天，你冷声质问，我跪在那满地碎瓷上，任锋利的瓷片扎进膝盖，可是我一句辩解都说不出。我知道我活该，无论你怎么待我都是应该的，不是吗？可你明明厌我入骨，偏又夜夜来其无怨。他伸手抚上宇文锦冷硬的侧脸，指尖扫过他紧绷的下颌。每次你将我抵在雕花床上肆意妄为，我都在想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对我有哪怕一丝的怜惜？甚至为了讨你欢心，我特意跟那些欢场女子学习闺房之术。话音未落，他突然抓住宇文锦的手腕，按在自己的心口。王爷，臣妾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了，可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？即便知道你恨我，知道你娶我不过是为了穆家的兵权，我竟还会在你抱着我的时候生出这样变好的念头。宇文锦，我有错，你惩罚我便是。我的家人何错之有啊？我父兄镇守西北边境多年，你为何要对他们下手呢？就因为他不愿意成为你手里的刀，你就对他们痛下杀手，是吗？宇文锦听到他的话，心莫名一慌。他知道了，他竟然知道了，是谁告诉他的？说，是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我的？有什么要紧？有些事情早早晚晚我都会知道。
是本王做的又如何？本王多次跟你父亲沟通，让他助我，哼，可他却说不管是太子还是我，他绝不站队。哼，嘴上说着忠于陛下，实际上不还是太子一党？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我还留着他干什么？宇文锦，你不是人！我爹有什么错呀？他浴血奋战多年，没死在敌人的刀下，却掉进你的圈套。你还是人吗？他一心保家卫国，临死你还给他扣上通敌叛国的帽子。我的侄儿才4岁，你连个4岁的孩子你也不肯放过。忠犬不向主人摇尾，留着便是隐患。忠犬，我的家人在他心里，竟然是一只狗，还是一只不听话的狗。看来你还是不够聪明啊。至于你那4岁的侄儿吗？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的道理，王妃该懂。宇文锦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会是你杀我全家，灭我满门。宇文锦，我爹曾替你挡过3剑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，真你良心啊！你如此对我母家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宇文锦，你才是该死的那个！你要杀我？我不该杀你吗？你杀了我全家上下218口人命。宇文锦，我不但想要杀你，我还想要食你肉，饮你血，我还想亲手把你的心挖出来，看看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心呢？啊？吴海棠，我没有心，我就是没有心，就你也配要我的心？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脏。王爷，你应该自称本王。我是不配要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里从来都装的是另一个人。顾云溪，地图第一才女，才貌双全。原来你心悦的人是他。是啊，我怎么能怪你呢？最该死的人应该是我，是我非要嫁给你，是我拆散了你和顾云溪的姻缘。宇文锦没说话，只是定定地看着他。他爱顾云溪吗？或许喜欢过吧，可他已经记不得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了。他的心里每天只会想一个人，就是眼前这一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女人。对，我才是最该死的那个。别哭了，看了晦气。如今好了，穆家的血已经洗净你的无糟身子，你何该谢本王留下你的命？留下我的命，是为了天天糟践我，是为了对我无尽的折磨，是吗？王爷，我用不着你留我一命，你不是恨我吗？我把这条命也给你，从此这个世上再无穆海棠。你什么意思？穆海棠，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样，你生是我的女人，死也是我的死人，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手心。来呀，勾引本王呀！你不是最会勾引本王吗？啊，你不是惯会在床笫之间搔首弄姿吗？啊，你不是就想说本王没有心吗？来，用你的身子握着本王的心啊！本王会像以前一样，好好疼爱你的。他忽然剧烈咳嗽起来。你怎么了？
穆海棠，你敢！本王不让你死，你竟然敢服毒！元姐，你不是恨我吗？早知道你恨我恨到如此地步，我早就该死。传御医，给本王传御医。没用的，王爷。臣妾吃的是气绝散。不，我不准你死！本王不准你死！穆海棠，你要给我好好的活着，你还要给我孕育子嗣。元姐，我会不敢行动，陪家人遭此劫难。若有来世，我不要来世了，我愿永世不入轮回，在18层地狱给我的家人赎罪。元姐，我不爱你了。不，我不许你死！穆海棠，你给我醒过来！御医，御医！小姐，您醒醒啊！您睁眼瞧瞧奴婢呀！穆海棠，穆海棠，你故意装死是不是？二小姐，我求求你，去给我家小姐请个大夫吧！如若再不请大夫，我家小姐落水又摔了头，怕是人要不行了。哎，你给我放开，莫要胡说，分明是她自己掉下荷花池的，真摔死了跟我们也没有关系。没向我们走。二小姐，你不能走，求求您救救我家小姐吧！二小姐三思啊！我们小姐虽是寄居幕府，却是郑国将军府嫡女，要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幕府如何担待？贱婢，竟敢拿将军府压我！等我禀过母亲，非剥了你的皮！我是谁？我在哪儿啊？就是幻重生。郑国将军府嫡女，在幕府寄居，穿越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是头疼吗？怜惜你在这看着小姐，我去找大夫。今天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大夫给请回来。不用了，我没事儿，你们俩先出去，守在门口，别让任何人进来了。我睡一会儿就没事了。锦绣和莲心听后，恭恭敬敬地给穆海棠行了个礼，退了出去。穆海棠，名字还挺好听的。我辛辛苦苦赚的钱还没来得及享受，怎么就一下子穿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？江依依总结完了自己，
又开始捋顺穆海棠那悲催的一生。跟随着原主的记忆，很快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：纯恋爱脑，明明有自保的能力，却为爱情甘当白痴。穆海棠，你行，你真行，神者神龟都没你能忍。江一盯着自己葱白似的指尖发愣，这双手可真好看。上辈子她也算是个美人，却在穆海棠的容貌前失了颜色。记忆里那女子眉梢眼角俱是风情，哪怕端坐在廊下描花，也似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女。尤其那双眸子，波光流转间能勾走人的三魂七魄。难怪那个男人不喜欢她，却仍然贪恋她的身子，夜夜来她房里。他坐起身，走到铜镜前。我的天，赚了，赚大发了！就是看着太青涩。也对，原主现在还没及笄，那也就是说，还不到15岁。唉，果然这恋爱脑这毛病，从古至今都是无药可救。宇文锦，啊呸！好看的男人千万，非得在他一棵树上吊死啊！这边穆海棠还在天马行空，就听见院子外面一众吵闹声。大夫人，我家小姐刚醒过，说想再歇会儿。放肆！你个贱婢！我娘特意带了大夫来瞧她，你3番5次拦着作甚？方才求着请大夫的是你，这会儿不让进去的又是你，你给我滚开！行了，注意你的仪态，跟个丫鬟置哪门子气？哼！怎么？我听说刚才还有人说你们小姐是镇国将军府的嫡女，若是在我们幕府出了差错，我们担待不起。怎么，这会儿不担心你们小姐的死活了？如今郎中就在这儿，让不让进去，你们自己斟酌。若是日后他有个好歹，我们幕府也好跟穆将军分说清楚。莲仙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木门吱呀推开，众人鱼贯而入。从穆海棠的记忆里，他知道进来的这位就是幕府大姨的正妻穆大夫人。上辈子就是他把穆海棠的嫁妆扣下了大半，导致后来他在雍王府被人嘲笑了很久。听青儿说你不慎落水，还摔着了头。郎中，进来给穆小姐仔细瞧瞧。门外的郎中垂着头，抱着药箱挪步进屋，冲床榻微微颔首：“给小姐把脉吧。”郎中铺开帕子搭在穆海棠腕间，指尖触到脉搏，他垂眸静数片刻。小姐身子本就虚，落水受了惊吓，须得好好将养。我开几副压惊安神的方子，每日早晚各煎1服。既是郎中说要调养，那就按方子抓药吧。郎中也瞧过了，你们仔细伺候着小姐，别再出岔子。青儿，我们走吧。你呀，以后记着，什么事儿别大惊小怪的。你马上就要议亲了，莫要失了大家闺秀的体统。知道了，娘。哼，大夫人，狗屁的大夫人！你们俩过来。锦绣和莲心走到他身边，穆海棠看着他们：“小姐可是哪里不适？”“无事，只是经了这回劫难，我才算真正明白，再不能如从前般任人拿捏了。你们可知我是如何落水的？”“都怪奴婢们，若是当时没去西快院帮工，小姐也不至于。”“傻丫头，怎能怪你们？他要是不支开你们，又如何腾出手来害我？我并非因雨天路滑失足，我是被穆婉清推下去的。”“是什么？小姐，您该去禀明老夫人。二小姐这般歹毒，怎能姑息？”“莲心啊，你不懂，你让我去找老夫人主持公道，可你也不想想，穆家的老夫人是穆婉清的嫡亲祖母，并非我祖母。你且想想，若你是她，会为了我这个外人去责罚自己心尖上的亲孙女吗？”“可小姐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小姐难道要忍下这口气？”“自然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反正我们都听小姐的，小姐高兴，我们就高兴。若是谁敢伤害小姐，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跟她碰一碰。”“算了，小姐，现在已经是午后了，
您今天身子不爽利，还去给王爷做点心吗？啊？原主每天一过午时就会给宇文锦做点心，做好以后给他送去。宇文锦是大概下午5点左右回王府，女主都去给他送点心。他也是醉了，那个狗男人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他风雨无阻的去送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可没有原主那上赶着伺候人的时候。送点心，送个鬼的点心啊，见鬼去吧。今天还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，就是给雍王送点心这个事儿，从今天起就免了。免了？没错，你们不用震惊。李家小姐我死过一次，彻底想开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干嘛非要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呢？对了，以后你俩也不用特意去讨好雍王府的下人，打听雍王殿下的事儿了。以后雍王是雍王，我是我，知道吗？锦绣和莲心互相对视一眼，云里雾里的两人点了点头。行，你们俩先出去吧，我有事会叫你们的。锦绣和莲心点头应下，躬身退了出去。两人一出去就去小厨房了。锦绣姐姐，小姐她这是怎么了？她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是吧？她说咱俩以后不用费劲去打探雍王殿下的消息了。我怎么跟做梦似的？小姐怎么突然就明白过来了呢？不知道啊，许是今天落水确实是受了惊。老话不都说吗？经历生死就会有所感悟。总之，这事对于小姐来说是好事儿。咱们小姐明明是珍珠，却因着雍王这事名声受损，现在她自己放下了，这还不是好事吗？且瞧着吧，咱们小姐啊，这回是要把碎了的琉璃盏磨成扎人的针了。总之，咱们就是本着一个宗旨，只要小姐好，咱们就好。姐姐说的极是，小姐好就是最好。穆海棠闭门3日未出，每日卯时便在屋内铺开狼藉的草席。此刻他双肘撑地，汉式的中医贴在脊背上。此时的他正在做俯卧撑，做了还没30个就累趴了。真是废物！3天了，他别说好吃了，吃饱都成问题。锦绣，咱们手头上还有多少银子？小姐，府里每月就给咱们1两月例，哪儿够用啊？上回您给雍王做芙蓉桂花糕，单是雪顶细糖和金桂蜜就花了大半，还是当年那只蕾丝嵌宝3字才凑够料钱。去，把我那首饰匣子抱过来，清点清点，还剩几样能换钱的物件。不消片刻，锦绣抱着2个描金漆盒匆匆返回。你们俩去给我找套衣服给我换上，再给我梳头，一会儿我带你们出去。2个丫头对视一眼，好像明白自家小姐为什么要拿那些首饰出来了。今日是休沐日，小姐8成又是想见雍王殿下了。也不怪他俩多想，主要是原主实在是对宇文锦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昨天那话，2个丫头怕也没完全当真。主院里，大夫人坐在厅前，喝了口茶，问身边管事嬷嬷道：“我听青儿说，那丫头3天没出房门，可是有什么事儿？”一旁的李嬷嬷立刻回道：“昨个晚间，老奴让翠竹去偏院看了看，说是穆小姐并无大碍，就是因为那日落水受了惊。”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他竟然没跑去给雍王殿下送点心。是啊，老奴觉得可能真是那日落水受了惊吓，想来他是怕了二姑娘，才不敢出门了。哼，还说呢，青儿那孩子真是惯会胡闹，竟然敢把她推下荷花池，这要是真出了事儿，还不连累何府上下吗？愚蠢！那丫头是镇国大将军的嫡女，只是寄养在咱们府上。若真是人没了，到时不止莫怀硕夫妇不会善罢甘休，就是皇上也会过问此事。到时我们穆家势必要给人家一个交代。再说，就算是要弄死他，要么神不知鬼不觉，要么得能推得一干二净。夫人，二小姐到底是小孩子心性，哪能想得了那么多那么远？依老奴看，
二小姐已经知道错了，就把她从祠堂给放出来吧。再过1天，不然她不长记性。现在得想办法让她出门。她要是不出门，时间长了，以前她做的那些蠢事就会被人遗忘。就是要让她出去，这样她才会继续干那些蠢事。女子若是没了名声，她就嫁不了高门，只能低嫁。夫人，我看您不用着急，就那丫头对雍王痴迷的程度，根本就在家里待不了几天。今日是休沐日，老奴猜那丫头定是会出去的。告诉门房小厮，她要是出门，不要横加阻拦，直接放行。是，夫人，老奴这就去告诉。好了没了？好了好了，小姐，这是线下上京城最时兴的发髻了。穆海棠点点头，确实梳得不错，就冲着费的这功夫，不好也得好啊。林仙，真是辛苦你了。那个，把这些首饰都给我戴在头上。啊，小姐，怕是不好吧？这些太多了，我们选2个戴着便好。哎呀，听我的，全给我插在头上。这个金项圈也给我戴上。哦。穆海棠望着铜镜里满头钗环、不伦不类的自己，他并不觉得丑，反而开心地对着镜子在笑。哎呀，一会儿把这些拿到当铺里去换了银子，他来到这儿的第1桶金少是少了点，总比没用的好啊。起身。王爷，有何吩咐？他这2天都没来过吗？王爷问的是谁呀？回王爷话，陆小姐这3天都没有来过。他倒是终于知道顾及自己名声了。倒也不是，这小的听才买回来的下人说，陆小姐之所以没来，是因为前几天下雨，不小心掉入了荷花池，受了惊，所以才没来给您送点心。哼，真是蠢的可以，走个路也敢摔倒，最好别再来了。哼，省得本王跟着他沦为笑柄。我听闻3日前，魏国公世子萧景渊从漠北回上京了。是，说是带了伤，回府将养。哼，他早不回来，晚不回来，偏父皇这一病，他也从漠北回来养伤了。哼。看来父皇这是要为我的太子皇兄铺路了。王爷，昨儿太子那边的人来报，说是太子今日出宫，约萧世子去逸仙楼品茶。原来真正的古代街市比影视剧里还要热闹，还要壮观。啊，自由真好。江衣已经是你的过去，从今以后你是穆海棠。山间的树，林间的路，我都看不清楚，眼前模糊，失去了雾。他是？前面还有条小路。穆家那位嫡女。哦，那个整日追着雍王车马跑的那位。以前都说她是幕府最循规蹈矩的闺秀，偏生对雍王痴迷到了失了分寸，如今成了上京城里茶余饭后的笑谈。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无碍，你家小姐重获新生了，只是开心而已。小姐，我们今天出门没带银子，所以咱们一会儿就逛一逛。要是遇不到雍王殿下，咱们午时之前得回府。
要不然错过了午膳时间，又要饿肚子了。不必回去，今日我带你们去上京城最好的馆子，吃最金贵的席面。啊！锦绣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穆海棠抬眸望向眼前匾额，只见一宝斋3个鎏金大字悬于朱漆门楣之上。你们俩在这等着我，我一会儿就出来。小姐好端端的进当铺做甚？不知道，估计是咱们的银钱不多，小姐想典当些物事，凑钱给雍王殿下做点心吧。景渊，我若没记错，对面这家一宝斋可是你的私产？哎呦，穆小姐，您来了。这不知穆小姐今日带了什么物件来呀？今日要典当的物事有点多，劳烦请你们掌柜的过来。啊，好嘞，那小姐稍后，小的这边去请掌柜。说罢，转身绕过紫檀柜，进去寻掌柜的了。穆小姐，在下便是这小店的掌柜，不知小姐寻在下有何事？自然是当东西了。说完，开始动手摘头上的发簪。片刻后，穆海棠就把头上的发簪摘得七七八八了。等头上的摘完，他又把脖子上戴的金项圈也摘了下来，连同手上的金手镯一道放在了托盘里。摘完后，穆海棠活动了一下脖子，瞬间觉得轻松了不少。他手轻抚着脖子，要不是为了换银子，他才不会遭这罪呢。他看着对面已经看呆了的俊俏公子，笑着说：“就这些，给我折算一下，能当多少银子？”小姐确定要全当？当然。那是死当还是活当？死当。痛快点儿。年轻掌柜垂眸盘点着托盘里的金饰，指尖捏起只蕾丝嵌珠金簪，仔细看着成色，把那些首饰一一登记估价，算盘珠子打得飞快。登记完最后一只鎏金步摇，他抬眸笑道：“啊，穆小姐，这些首饰估价74两，小店给您凑个整，80两银子如何？”不好，掌柜，您再好好看看，别的不说，但就是我那对金镯子，实打实的足金实心。那小姐打算要多少？150两。穆小姐是小店的常客，便给您凑个整100两。若还是嫌少，您不妨再去别家问问。120两，再加100个铜板。看来穆小姐是真的急等用银子。行吧，只当交个朋友，盼着下回您还来照顾生意。阿福，去账房给穆小姐取银子。等等，那100两我不要现银，替我折成银票，另外20两给我换成1两一锭的碎银。去吧，按穆小姐说的办。很快，叫阿福的伙计就取来了银票和20两银子，100文钱。穆小姐，您过目。穆海棠假意看了看银票，然后拿起那些碎银子装进了自己的钱袋子里。小姐，您的金簪子和金项圈呢？您该不会是都当了吧？平日里赴宴都指着这些撑场面呢，没了首饰，那些贵女该笑话你了。就是啊，小姐，当票可还在，趁这会儿没走，咱赶紧把那些首饰赎回来。行了，那些东西不当吃不当喝的，当了就当了。你们俩听着，以后你家小姐绝对不会再让你们俩跟着我饿肚子。走，带你们买好吃的去。对面2楼的雕花木窗前，2个身影望着楼下主仆3人相携而去的景象。近来太医可曾请脉？药浴可曾按时？都已解禁，只需再泡1年药浴，记得不可动用内力，定能恢复如初。锦衣男子缓缓点头。哇，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小姐！穆海棠看着笼屉里白花花的包子，这几天青菜叶子吃的他2只眼睛放出来的都是绿光。老伯，这包子怎么卖？大肉包2文钱一个，菜包1文钱俩。来6个肉包。莲心和锦绣追上来时，正看见他一手攥着个油乎乎的包子，另一只手还指着笼屉。大爷，再给我包10个肉包带走。我的小祖宗，哪有世家女当街吃东西的？快把包子给我，让人撞见了像什么样子？吃，快吃！
包子就得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锦绣，一会儿打包那10个带回去，咱们用小厨房热一热，明早吃。锦绣和莲心俩人看着穆海棠递过来的包子，已经呆愣在了原地。天哪，这还是他们家小姐吗？小姐不是干什么都讲究规矩吗？小姐，你以前总告诉我们行莫回头，语莫先唇，还说事情饮食不洁净。啊，我说过吗？如果我说过，你就全当以前的我是在放屁就好。拿着，赶紧吃啊！可是小姐，万一让人看见了，与您名声有损。你们就放心吃吧，我的名声已经损得不能再损了。没事，名声也不能当饭吃。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吃啊，快吃！锦绣咬了一口，眼神也是一变。她都不记得多久没吃过肉了，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小姐，这刚出锅的包子就是香。”香吧？莲心，你快吃，这些天饿坏了吧？先吃2个垫肚子，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莲心咬了一口，也被包子的美味瞬间征服，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：“小姐，这包子可真好吃。”穆海棠看着他们，心里知道哪是这包子好吃，只不过是他们饿得太久没吃过肉了。群主也真是的，其实不用过得那么苦，结果有点银子就多给那个狗男人做上好的点心了。咱们去那边逛逛吧。孤有许久未见他了，难怪传言说痴迷老三。今日这般景象倒真是与当年宫宴上谨守礼仪的穆家嫡女判若两人。倒是好奇雍王殿下对他是何态度。我那三弟的性子你还不明白？他人前总是温润如玉的君子做派，偏偏对穆家小姐的事最是含糊，既不说娶她入府，也不派人驱离，由着他天天在雍王府门前闹得人尽皆知。哼，不拒绝那就是想要，但他自是无法跟皇上直接开口，毕竟他的身份摆在那儿。他若想从孤手里争储，自然不会放过这步棋。穆家和萧家手里握着东陈国的大半精锐，他想要与我抗衡，穆海棠就是那步最精妙的棋。你当雍王府的门是随随便便就能闹的？母子俩算盘打得精，雍王若主动求娶，难免惹得父皇猜忌。只有让穆家这位小姐想办法请旨赐婚，只有这样，他不仅不会被父王猜忌，还把穆家拉到了他的阵营。一个雍王妃之位换回的好处可是巨大的。如今故乡在朝堂上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也不为过。若是真让雍王娶了这穆家嫡女，他还真有跟你一争的可能。玉贵妃搅黄了你的婚事，那他也别想顺利娶了这穆家嫡女。小姐，我们是丫头，不可以跟您一桌用饭。这也没有旁人，让你们做你就做，吃完咱们好回去。吃啊！小姐您吃吧，吃不完还可以打包，等回去了我给你热一热还可以吃的。我和莲心刚才吃了包子，现在还不饿。你吃。锦绣、莲心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着想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你们要适应，知道吗？今天的菜不打包，你们不吃的话，剩下的菜就都扔了，咱们一会儿直接回去。小姐，我们吃还不行吗？来了3天，穆海棠终于吃了一顿饱饭。吃饱喝足后的他准备到下面结账。他从雅间出来，朝着楼梯方向过去。是谁撞了小爷？哎，姑娘，云贵，去查一下方才是哪家的姑娘。是，少爷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大哥，大白天的你就一身酒气，昨晚也没回府，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大哥，你瞧你这脸板的，都能刮下层霜来。不过是同几个友人喝了几杯花酒，醉花楼昨儿新来了一个花魁，这听说比去年红透半边天的莲心还胜几分。我这不是好奇，
去瞧个热闹嘛。胡闹！母亲这几天马上就要给你和尚书府的三小姐议亲了，你还敢去花楼？就你这样的名声，哪家的姑娘肯要你？不要就不要，我还看不上她呢。楼下，穆海棠刚结完账，将剩下的碎银放回钱袋，忽觉腰间绦带松了半寸。穆海棠整理了一下思绪，从楼上雅间到楼下，短短100步，他只在楼梯口撞见过一个人。开玩笑，现在除了他这条小命，就这100两银票最重要。今天丢什么也不能丢银票。有意思，堂堂公府嫡子竟然有这癖好。哼，既然他萧景玉自己不要脸，我还用给他留个屁的面子？于是他用了最简单也最高效的办法。萧景玉，萧景玉，你给我出来！谁喊我？我听着是个姑娘。你这是又招惹上谁了？要是让母亲知道了，自细你的皮。我哪知道是谁啊？这小爷我如此风流倜傥，心悦我的姑娘多的是，我去瞧一下。啊，姑娘，你找我？不知姑娘找本公子有何事啊？穆海棠仰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个高他很多的男人，目测得有1.85米左右的身高。这古代都吃什么啊？人都跟打了激素似的，长得都这么高大。这姑娘，不知你找在下有何事啊？拿来。萧景玉看着女子伸出来的白嫩小手，俊俏的脸上闪过一丝红晕，他面露不解地问道：姑娘想要什么？哼，给你脸你不要是吧？萧二公子，看着你人模狗样的，不干人事是吧？萧景玉呆愣在原地，他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话是一个女人说出来的，长得这么美，说话竟然如此粗鄙。雅间里，宇文义听了女人的话，差点把茶水喷出来，他强忍着要咳嗽的冲动，用帕子擦了擦嘴，然后看着对面的面瘫脸。萧景渊脸上倒是没什么表情，只是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穆海棠看着萧景玉呆愣愣地看着他，他心里暗自思忖，传言这家伙不是个20祖吗？吃喝嫖赌什么都干，可我看着他怎么好像脑袋缺根筋似的，有点傻呢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赶紧给我拿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雅间一步。啊，这位姑娘，在下真听不懂，你到底跟我要什么呀？哼，我跟你要什么你不知道吗？你挺大个人了，怎么？你们国公府穷疯了？还是你这个国公府的二公子有什么特殊的癖好？既然你自己不要脸，那我就直说了，银票，把我银票还给我。啊，姑娘，你跟我要银票？哼，跟我装傻是吧？不是我跟你要银票，是你现在把我的银票还给我。姑娘，本公子和你素不相识，你的银票怎么会在我这儿啊？哼，我的银票为什么会在你那儿？你不知道吗？刚刚在楼梯口的位置，是不是你撞了我？结果我下楼就发现我的银票不见了，还要我再仔细说给你听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偷了你的银票？啊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！哪儿来的野丫头，竟然敢讹本公子？本公子偷你银票，倒不如说你故意讹人钱财。想要银子直说便是，本公子别的没有，就是银子多。你且说说，丢了多少？100两。哎呀，就你这样的，你身上可能有100两银票吗？身上从头到脚，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。不过看你长得这个模样，不如你告诉我，你是谁家的姑娘？本公子今儿心情好，给你100两银票如何？